云姐，哎，没事，就是想叫你一下。一佳，天哪，被美女叫就是这种感觉。哎呦我的天，你多叫他2声，给迷的5迷3道的。别这样，姐姐。你离我远一点。你确定你是心跳快，而不是起鸡皮疙瘩吗？我真是心跳有点快。我没有鸡皮疙瘩，但是我心跳。你2年前见到他，我跟你说，你直接晕过去。他2年前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穿了个绿色裙子，而金色头发。那说明你当时已经晕了。那个时候好丑啊！你对自己太没有认知了。对呀，我生气了。哎，那为什么是2年前才会晕，现在不晕吗？现在已经适应了。其实第一天的时候，我差点我也酒见一怦然，那句话咋说来着？初见乍惊欢，酒煮一怦然。那我们现在是可以细化了。对，其实我们已经形成共识了嘛。我们一上来，我们先放小腿舞的视频，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，对吧？然后视频播放完成之后，新闻口播。然后第3个部分就是接小片儿。对。我们有街访，我们有专家的现场访，然后我们也有小片儿的现场探访。我觉得街访应该排在前边儿，肯定的，对吧？就是我们放了这个扫腿舞的视频，然后有了一段新闻的导语，我们知道团播和扫腿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之后，那我们是不是先要了解大众对于团播的态度？那我们直接就了解态度之后，我们直接就可以接专家。对，比如说你看过吗？频率是什么样？为什么你愿意消费？消费之后你得到了什么？然后大家对于团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有了之后，专家就来分析现在团播这原因啊、经济之类的。然后那团播是怎么样迭代升级的？怎么样形式变化的？怎么样做到这样的一个推动经济的一个形态的？我们到了线下专访，可以线下探访，我觉得如果非要线下探访，一定要放专家之前会比较好。对，不，我觉得专家可以分成好几个。他不一定走了期不来了呀，他可以一直在现场，他可以一直在，然后中间有小片插入一下，然后又回来，他又继续解释刚刚那个探访到底是探访出了一些什么东西，他再继续新的那个小片再开始说。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因为专家他相当于是在现场，然后起到一个补充和揭示背后的一个现象的逻辑的一个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东西不能由主持人说出来。然后街访其实是想要知道大众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，但探访其实是想要揭秘大众不知道的一些细节。可能大家看到。那我知道了，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部分跟专家聊就聊经济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觉得为什么会撬动经济这么大的增长？它背后到底有多大的产业链呢？然后切到探访，可以。然后呢，探访就说，哎呀，它是怎么运作的，公司怎么样包装的，然后大家这是个怎么样一个流程，然后切回来再让他谈就是问题，或者说谈，就比如这个片子里面我们肯定会拍到一些问题，拍到一些循序渐进，对，可以。哇塞！我的电脑。其实我好想听他们采传播的这些团队背后的老板，就这些公司的老板，就他们是什么时候决定开始做，怎么投？哎，我也想看，对不对？怎么样想到这？哎，你看他其实有团播运营模式的探访，他肯定要走进去，而且这一波谈完再切出来再聊专家，就从团播变成经济了这个话题。这音乐真的好洗脑啊 ！Dirty， 太洗脑了，我满脑子。我已经疯了。然后晚上做梦都是在那儿扫，左扫右扫。咋的？没有，我看那是假的数据而已。是会有很多假数据，但我觉得求证数据的过程也是一个很严谨的新闻过程。那个1.5万个团播的那个数据也不能用，它只有5000到7000个。5000到7000个其实也很多了。就是你可以把它都替换一下。它团播其实从2022年就兴起了。或者其实我们在跟大家解释团播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信息补充，就它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它其实早有了。
但其实它现在没有完全规范，所以我们最后落在我们要规范它。对，然后我看一下这个瑜伽，现在就是我把这个全部粘起来嘛，然后前面其实都没问题了，第3个大板块和第4个大板块肯定是要改的。我觉得专业可以保留，但是顺序可能我们要再换。比如说整体内容框架和流程，它其实就只是一行，把关键词拎出来，比如说先导片加采访加专家访谈加什么，就是这种框架和流程板块就是我这个部分，我现在正在写，就是你的各环节形式设计与内容概要。对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OK。我是这么想啊，可以按照它的音乐节奏来，比如说 Dirty Six City， 然后这里我们先放一个，就中间只有一个，然后变成红色的时候变成3个，就是你可以卡着那个音乐的节奏点，这就很清楚，对吧？哇，那像个职场大片儿一样。这种工业化运作模式已经让部分机构月流水突破6000万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个数字的背后藏着小先进内容，让观众从看客变身导演，通过虚拟礼物打赏，决定制作这款影音结果，而团队的受益。宝儿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不？哎呀，咋有点丧呢？对呀，整个团队氛围有点凝重了。抱抱 ，I know， 压力太大了。怪我。哎呀，我觉得咱现在就是属于是齐平状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没有说比他们很差或怎么样，没有。你现在大家的选题其实不一样，他们也能心到哪去，我觉得。真的。只是说他一开始就讨论这个，可能他那会儿充分了点儿。我们现在就是，只是说我们中间改了一下。现在其实两边选题，我觉得真是一样的，这就脾气心态，宝贝儿。快安慰安慰组长，组长有点小小的自责，不要自责。就我刚才在说，我说其实我们没有比他差，我们两个选题其实现在是差不多的。对，就是只是说我们可能中间换了一个题目，他们是一直在讨论这个可能。走吧，我们去会议室。没问题。能打，抽到啥牌不能打呀？对呀，还没打呢。对呀，解压玩具要是打得好，要是能采访到子琪什么的，那也是能出彩的，对不对？子琪这么专业，就是你为啥会花1000块钱去买一个这样的咔嗒咔嗒的吸铁石？对呀，这能挖掘出来的话，对，我觉得还是有好奇心的吧，对吧？我觉得咱们可以先就是像之前一样的思路，先大概不分对错的聊一聊。对，什么是解压玩具？这个很重要。解压玩具就是让你爽的玩具，让你释放压力的玩具，什么都可以。哎，要的就是你这句什么都可以。对啊，接下来的内容就好说了。就是我分享一下我刚刚想到的，就是思路哈。因为刚刚玉哥也说，什么都可以是解压玩具。这个玩具没必要就仅局限于什么捏捏呀，什么拉布布呀，什么各种小玩偶啊，什么某一个类似于拉布布的现象级的产品出现啊。我喜欢骑摩托，那我骑摩托的时候我感觉很爽，摩托能给我带来情绪价值，那摩托这个玩具就可以给我带来情绪价值。对，骑行为什么这么火呢？是这个圈子带给他们的情绪价值，且自行车这个玩具带给了大家情绪价值。所以玩具2个字可以把它拓宽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好的，但是可能有一个点，因为我们毕竟是一档新闻的栏目，最后得收。对。所以你的那个玩具如果一开始就扩得太大，还是会被质疑。所以一开始的话，玩具可能就是大家传统普遍里定义的解压玩具，去开场会比较好。到后面的时候，你说的这些，我觉得完全可以放在结尾去上升。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点。就是节目的形式也好，或者是策划的开始，我们或许可以使用义乌调研，因为其实义乌我是实地自己去过的，义乌就是全世界的小商品的聚集地嘛，有一个亮点我们可以去想的，就是小成本出大成果。成本低，但是我能出很高的利润。这个利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情绪消费行业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消费启发。以小见大，小成本出大成果，出海外。对，我特别觉得这个作为标题都很吸引。
这是解压玩具为什么火的原因，就是它可以通过非常低成本的行为获得蛮不错的回报。对对，而且它成本小且可得性高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一个解压玩具的成本就15毛钱，这个点我们就叫5毛帝国。对，就很好啊。你看不差的。哎呀，团队情绪终于回归到正常了。我感觉我们就可以从讲的那个很亮的标题开始，5毛帝国小成本出的大成果，然后从这个里面连接一些外贸方面的，风靡全国的同时销往海外。这么快的增长和膨胀，作为一个庞然大物，那它肯定经过野蛮生长的这个阶段，在这个过程中催生的那些监管的阴暗和盲区应该如何解决？然后最后引到子泰的那个，就是解压玩具，我们定义什么叫做玩具？如果它使你解压，它就是你的解压玩具。团波也是一种解压玩具，对，电子玩具。对啊，电子玩具嘛。它其实是我们的小的方向。这个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，这个是只有母鸡才能下蛋的问题。我看到组长又笑了。组长又笑了是吧？组长重回笑容。我看组长现在胸有成竹。救命！被你们救赎了。证明我们要盘活了。主要是靠了魏宝非常清晰的梳理。对啊。然后子泰又抛了一个很好的观点。真的，大家群策群力，我好感动，好想哭啊！妈呀！这样吧，我这儿记得比较多，那咱们就一条一条往下捋。对。第一条咱们要讨论的点是低成本高利润。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来到演播室，就是我面前有一排就是这种捏，然后这是第一趴引入，然后第二趴就是介绍这个东西有多火。那第三趴就是阴暗面，野蛮生长，这么便宜的一个解压玩具，它这个质量是否合格，是否有国标？然后最后为什么解压玩具会这么火？是你的情绪被看见、被重视。听着这句话真的很戳哎，你的情绪有被重视的必要。那是。哇哦，高度。来吧，朋友们，现在已经10点，这样我们快速归拢，我们10点半离开这里。来，这样，我坐到这边来，都来这边。现在不是有4趴吗？一人认领1趴，然后把这趴里的内容捋明白。那我先认领趴3吧。我也。那你们俩就第1趴、第2趴。啊 ，OK。他开始重回他的那种领导的那种感觉了。掌控完了。厉不厉害？我们鼓掌。我觉得很不错。天哪，我真的搞出来了。没问题，我觉得 OK 的。那我就打家人们，下班。走，太晚了，辛苦大家了。就是现场探讨能呈现好的液态。他们还在沟通啊。那不中了，我们得休息了。什么？等会儿。还在聊。哇天哪，我来探班了。你们还在聊啊，宝宝们？对，是的。你们好辛苦，我的天哪！素啊，我们还在查呢。看我小手冰凉，真的。赶紧切走，气氛有点微妙。大家太拼了。甚至有点想合上电脑屏幕。你们如何？我们要结束了，我们也结束了，就大家勉勉强强捋好了。你们自己的内容都整了吗？什么叫自己？就是你们自己，就是内容，我们要说啥都整了吗？没有啊，哪来得及弄？哪来的时间啊？还弄现场了，根本没搞弄。我本来还说，就可能我都得跟魏魏回了，我以为你已经先回了，还没。然后一回来你还在。你们先回吧，我得等大家结束我才能走。对，我们也快结束了。哎，上强度了，你们加油！好的。Oh my god！ 吓我一跳！我刚看到他一瞬间打开了百度的那个空白页，然后我也赶快切换到了备忘录。哎，我这看不清，好害怕。虽然其实看了也不会有什么，但就是不想被看。我觉得我们在宣讲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点情景演绎？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团播的原因是什么？比如你说，哇塞，今天加了1天班，
回家之后看这个团播，觉得很幸福。然后比如说朗子说，啊，那天我给那个谁谁刷了那个5个棒棒糖，他直接念出了我的 ID， 送我一串祝福，觉得好幸福。就是我是在想，因为我们还是想要追求共鸣嘛。然后这个相当于我们讲的这几句话，我们既是作为用户的视角，在说我们为什么要刷团播，以及为什么它是作为经济情绪的一部分。哎，那我觉得你这部分的演绎，我们就再把它更贴近生活一点。假如说在这里 pre 嘛，然后你在那个旁边站着，然后我们3个就你说完这个上来，然后可能我们3个就处于一个情景演绎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一人说一句，就无论是拿方言还是用自己什么比较夸张，或者说跟朋友讲述的那种感觉，把他这个说出来，然后我们3个就下，然后他就说这些就是怎么样，用户群体也是我们的目标人群，然后我们的节目受众什么什么，就按顺序这样 pre 下去。我们4个到时候全部都站成一排，然后说现场的所有的老师同学，你们 pick 谁，我们来做结尾。就不让他们做选择，我们只是以这个做一个结尾，只是类似于我们以就是又回到那个团播的那个，很整体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可以，非常完美，非常顺。冷静，冷静。好，大家回家早点休息，回家睡觉，特辛苦，休眠之际。然后明天我们保持一个好状态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非常有信心，现在。我们不提前开香槟。好，好，我们稳稳的。但是我们也有自信。是的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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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。叶叔，哎，你室友还在等你。天哪，他也还没忙完，估计。他一个人啊？他正好也等那个雨佳一块回家。走，试完我们结束了。好的。哇，你们好辛苦。大家都辛苦，都你也辛苦。哇，这么晚了你居然还在。对，我想等等我的舍友。这就是爱。那我们仨一辆，你们俩一辆，注意安全啊，顺利，拜拜，顺利。终于下，走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你精神状态还挺好，挺有牛劲儿的？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累到特别那啥的境界。我已经不行了，我嗓子要哑掉了。天哪！但说太多话了，确实。0点42，下班。哪儿下去第一句话，你今天怎么不给我踢了呀？对呀，我就这个事儿，这不得问一问吗？就我选了你啊。其实如果在回去的车上聊聊这事儿，他就没事儿了。这个氛围感觉要聊了。我在等思文那个70。问你个问题，你会怪我吗？不会啊，为啥会怪你？我只是当时觉得选你，咱俩合作那么多次应该会比较顺畅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组也很好。我当时总是感觉大家已经合作这么多次了，可以换一换。确实也是这么个说法。我觉得他等他回来就是要聊这一趴。你别那么大心理压力。我就很容易内耗，但是我撤了之后，我看你一个人坐在那儿，我突然感觉我有罪。那我先公布我的队员：侯子泰、杨凌卫和王玉。我了解了，你不是一个容易内耗的人哎。我一直很内耗的，我只是不好意思在你面前内耗。我天哪，在同事面前内耗很羞耻的，我内耗我都要藏起来的。这有啥？没事儿，别想那么多，没有那些事儿。哎呀，他都开始吹头发了。天哪，你都洗完了，好香，让我闻一闻。哇，
我新想到了一个观点，放心不会影响大家的角度，就是你可以明天早上跟你们说一下，我现在做了一点梳理，我觉得可行。OK， 可行，真的可行。哇，还在干，还在干呢。但我现在又有点清醒过来了。因为已经到第2天了，我的天。对，但我感觉这个 PPT 吧，就也得我先做个大概，然后明天大家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自己需要的部分。嗯，可以，我先把已有的内容我先给它填上去了。心里没底，我说实话。其实我也能理解，有时候作为组长就会给自己背太多心理负担，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是，对。都还没睡呢。